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上海富家女和台湾医生的跨海姻缘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缘分这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。有时候最美的重逢，往往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我们的女主角叫苏雨晴，是上海一位知名企业家的独生女。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，各种名牌包、豪车、名表应有尽有。表面上看，雨晴的生活光鲜亮丽，让人羡慕不已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这些物质上的富足掩盖不了她内心深处的孤独。我爸妈从我懂事起就忙于打拼事业，我几乎是由保姆带大的。雨晴常这样和闺蜜们诉苦，家里条件是好，但亲情缺失太多了。确实，苏家虽然富有，但家庭氛围却异常冷漠。苏爸爸整天忙于公司事务，几乎不着家。苏妈妈则沉迷于各种名媛聚会，对女儿疏于照顾。唯一陪伴雨晴成长的是他家小区的门卫老张一家。老张有个儿子叫张磊，比雨晴大2岁，两人从小就是玩伴。小雨，你看，我给你折了个千纸鹤。童年的张磊总是能想出各种办法逗雨晴开心。真的吗？给我看看。哇，好厉害！雨晴那时候还是个扎着2个小辫子的可爱小女孩，对张磊很是崇拜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雨晴10岁那年，张磊一家突然搬走了，据说是回台湾老家去了。那时的雨晴还太小，不明白为什么好朋友要离开，只记得自己哭了好久。临走前，张磊送给她一个折纸星星许愿瓶，说等瓶子装满了，我们就能再见面了。这个小小的许愿瓶成了雨晴珍藏多年的宝贝。岁月如梭，一晃18年过去了。如今的苏雨晴已经是个事业有成的独立女性，在家族企业担任高管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她愈发感到生活的空虚。虽然身边不乏追求者，却始终没有心动的感觉。父母开始着急，不断地为她安排相亲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女儿，你都28了，该考虑个人问题了。苏妈妈不止一次的唠叨，我有自己的事业，不急着结婚。雨晴总是这样回应，但她心里明白，自己其实是害怕重蹈父母的覆辙，组建一个有名无实的家庭。就在这份迷茫中，雨晴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，独自去台湾旅行散心。她一直对台湾充满好奇，特别是听说那里医疗体系非常完善，全民健保覆盖率高达99%以上，医疗服务质量也相当不错。作为一个从事健康产业的职场女性，她对这些尤为关注。听说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实施得很成功，连小感冒看医生都不用排长队，费用还特别低。出发前，雨晴和闺蜜聊天时兴奋地说，对啊，而且台湾医生的服务态度据说特别好，不像我们这边有些医院，医患关系紧张得很。闺蜜附和道。带着对台湾的种种期待，雨晴踏上了这趟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谁知道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，一场意外和重逢正等待着她。雨晴到达台北的第1天，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大雨。她冒雨前往九份老街，想一睹这个被誉为千与千寻取景地的美丽小镇。然而就在石板阶梯上，一个不慎，她重重地摔倒了。啊，好痛！雨晴感觉右腿一阵剧痛，完全无法站立。周围的游客和商家立刻围了过来，有人打了救护车。很快，雨晴就被送往了附近的瑞芳医院。小姐，你的右腿骨折了，需要立即手术。急诊医生看完 CT 片后告诉她，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雨晴措手不及。在人生地不熟的台湾，第1天就遭遇这样的意外，她既慌张又无助。可是我是大陆游客，没有健保卡，雨晴担忧地问。没关系，外国游客虽然不适用健保，但我们医院会先救治，后续可以用你的旅行保险理赔。护士耐心地解释道，而且我们会给你安排最好的骨科医生，张主任是我们医院最资深的专家。就这样，雨晴被推进了手术室，在麻醉药的作用下，她慢慢进入了梦乡。却不知道命运即将给她带来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当雨晴从麻醉中醒来时，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温柔而熟悉的面孔，那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医生，正在检查她的点滴。
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医生用温和的声音问道。雨晴恍惚中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，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过。我是张磊，你的主治医师。医生自我介绍道。手术很成功，但你需要在医院观察几天。张磊。雨晴猛地睁大了眼睛。你是？医生也愣住了，仔细打量着雨晴的脸。突然，他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小雨，苏雨晴，真的是你吗？两人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命运竟然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，让阔别18年的童年玩伴在异国他乡重逢。那一刻，仿佛时光倒流，一切又回到了他们在小区里嬉戏的纯真岁月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张磊激动地说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竟然出现在我的手术台上。雨晴也红了眼眶，我也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你。你什么时候成为医生的？回台湾后，我受到舅舅的影响，立志学医。经过多年努力，现在成了这家医院的骨科主任。张磊笑着说，不过看到你躺在手术台上，我还是吓了一跳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久别重逢后的交谈。张磊告诉雨晴，当年他父亲在上海工作的合同到期后，全家便回到了台湾老家。他在台湾完成学业，后来考入医学院，毕业后一直在瑞芳医院工作。我一直记得你，还保留着我们小时候的照片。张磊真诚地说。这句话触动了雨晴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他告诉张磊，自己也一直珍藏着那个折纸星星许愿瓶，尽管已经过去那么多年。就这样，因为一次意外的骨折，雨晴在台湾滞留了1个月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张磊不仅是他的主治医师，还成了他的专属导游。每天下班后，他都会推着轮椅带雨晴去医院附近的公园散步，给他讲述台湾的风土人情。台湾的医疗体系确实和大陆不太一样。有一次，张磊向雨晴介绍道，我们的全民健保覆盖率很高，普通民众看病负担相对较轻，但医生的工作强度也不小，有时一天要看70、80个病人。雨晴点点头，大陆这些年医疗技术进步很快，特别是大城市的大医院，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。但基层医疗资源分配还不够均衡，农村地区和城市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。张磊感慨道，台湾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完善，但医疗资源也有限，有些高端设备和技术还是比不上大陆的顶尖医院。通过这些交流，雨晴对台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也打破了他之前的一些刻板印象。原来台湾并不像某些大陆人想象的那样穷，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生活品质。我们这里虽然经济总量不如大陆，但民生保障还是做得不错的。张磊自豪地说，特别是医疗、教育这些基础民生领域，政府投入很大。雨晴赞同的点头，确实，我住院这段时间感受很明显，护士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，医院环境也很人性化。在张磊的悉心照料下，雨晴的伤势恢复得很快，但他心里清楚自己迟早要回上海。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丝不舍，要不要考虑留在台湾发展？有一天，张磊突然问道，以你的能力，在这边也能找到很好的工作。雨晴愣住了，留在台湾。我是说，张磊有些不好意思，如果方便的话。雨晴听出了他话中的暗示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。难道张磊对他？就在雨晴思绪万千之际，他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说公司出了紧急状况，需要他立刻回上海处理。就这样，雨晴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在台湾的疗养，匆忙告别了张磊。我会再来台湾的。临走前，雨晴对张磊说，我会等你。张磊温柔的回应。回到上海后，雨晴立即投入到公司的危机处理中。原来是公司的一个重要项目出了问题，合作方突然撤资，导致整个项目陷入停滞。作为项目主管，雨晴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工作，日夜操劳。雨晴，你也太拼了吧！刚做完手术回来就这么拼命工作。同事小李看着他憔悴的面容，忍不住劝道：没办法，这个项目关系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。雨晴揉了揉酸痛的肩膀，再说了，
现在骨头已经基本愈合了，没大碍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雨晴心里清楚，自己的状态并不好。不仅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，更是因为自从离开台湾后，她就一直思念着张磊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她都会想起在医院的那段时光，想起张磊温暖的笑容和关切的眼神。唉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雨晴自嘲地想，18年不见，竟然以这种方式重逢，现在又天各一方。所幸的是，现代科技拉近了两地的距离，雨晴和张磊通过视频通话保持着联系。每天晚上，不管工作多晚，雨晴都会抽出时间和张磊聊上几句。有时候是分享当天的工作趣事，有时候是互相鼓励，有时候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，感受那份跨越海峡的温暖。今天医院来了个特别倔强的老伯伯，非说自己没病，是家人硬要他来检查的。张磊笑着说，结果一查，真有骨质疏松，还是挺严重的那种。哈哈，台湾的老人家也这么硬气啊！雨晴被逗笑了。上海也有很多这样的老人，宁愿自己扛着，也不肯麻烦子女。通过这些日常的交流，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。雨晴发现，张磊不仅是个优秀的医生，更是个体贴入微的男人。而张磊也被雨晴的独立、坚强和聪明才智所吸引。然而，现实问题摆在面前，两人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台湾，如何走到一起？小雨，我考虑过了。有一天，张磊严肃地对雨晴说，我可以申请去上海的医院工作，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。雨晴心里一暖，但随即又担心起来。可是你在台湾事业正好，而且照顾病人这么多年，突然离开，你舍得吗？张磊沉思片刻，确实，我在这里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和口碑，但是感情也很重要，我不想再错过你。这个问题一时间让两人陷入了沉默。跨海恋情本就不易，更何况两人各自都有稳定的事业和生活。就在两人为此烦恼时，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。苏氏集团决定扩大在台湾的投资，计划在台北设立分公司，而雨晴是最合适的人选来负责这个项目。爸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听到这个消息，雨晴激动得语无伦次。让我去台湾负责分公司，当然是认真的。苏父点点头，你是最了解公司运营的人，而且你不是刚从台湾回来吗？对那边的情况应该比较熟悉了。雨晴没有告诉父亲自己和张磊的事，只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命。命运似乎在冥冥中为他们安排了重逢的机会。你猜怎么着？我要去台湾工作了。雨晴兴奋地告诉张磊这个好消息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张磊的眼睛亮了起来。那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。就这样，几个月后，雨晴正式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。这一次不是以游客的身份，而是作为公司驻台北分公司的负责人。欢迎回来！张磊在机场等候已久，一见到雨晴就紧紧抱住了她。我回来了。雨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感到无比安心。在台北的日子，雨晴既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，又要处理与张磊的感情。刚开始的几个月确实有些忙碌和疲惫，但有张磊的陪伴和支持，一切困难都变得不那么可怕。今天公司的台湾同事教我怎么说台湾腔，笑死我了。雨晴模仿着台湾口音，这个东西挺特别的耶，好棒棒哦。张磊被他夸张的表情逗得哈哈大笑，你这哪是台湾腔，简直是在演偶像剧。两人在台北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，雨晴每天忙着打理公司的事务，张磊则继续在医院救死扶伤。虽然工作都很忙，但两人总会抽出时间约会，一起探索台北的美食和风景。然而，就在一切看似美好之际，新的挑战出现了。苏家父母得知雨晴在台湾与一位医生交往甚密后，立即表示反对。医生，就算是台湾最好的医生，能有什么出息？苏母不屑地说，我们给你安排的那些公子哥不好吗？家世背景、事业前景都一流。妈，张磊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，他是个很优秀的人。雨晴试图解释，而且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相爱？苏父冷笑一声，感情是最不靠谱的东西。你看我和你妈当年也是相爱结婚的，结果呢，还不是各过各的。这句话刺痛了雨晴的心。确实，
父母的婚姻一直是他心中的阴影，他害怕自己也会重蹈覆辙，害怕热恋过后只剩下冷漠和疏离。我和张磊不一样，雨晴坚定地说，我们会努力经营这段感情。苏父见女儿如此执着，只好暂时作罢，但他私下里派人调查了张磊的背景，想找出对方的把柄。然而调查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，张磊不仅是医院的骨科主任，还是台湾医学界新秀，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，甚至获得过国际医学奖项。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苏父不得不承认，但是他能给雨晴带来什么？一个医生的收入能有多高？就在苏父犹豫是否继续反对这段感情时，雨晴和张磊的关系迎来了新的转折。在一次医院义诊活动中，张磊作为主要负责人表现出色，成功救治了多位危重病人。这一事迹被当地媒体报道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你看，我说张磊很优秀吧？雨晴把新闻链接发给父母，骄傲地说。苏母看了新闻后，态度有所软化。这个医生确实不错，至少比那些纨绔子弟靠谱。但苏父仍有顾虑。医生虽好，但你们一个在台湾，一个在上海，长期分居怎么办？爸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会留在台湾发展公司的分支机构。雨晴郑重地说，这对公司也有好处，可以更好地开拓台湾市场。听到女儿如此坚决，苏父终于妥协了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我们也不再反对。不过我们要见见这个张医生，好好了解一下。于是，在雨晴的安排下，苏家父母专程来到台湾与张磊见面。初次见面，气氛有些紧张，但随着交谈的深入，苏父母逐渐被张磊的真诚和才华所打动。小伙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雨晴从小就缺少家庭的温暖。苏母坦诚地说，我和他爸都忙于事业，忽略了他的感受。如果你真心爱他，一定要好好疼他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爱护雨晴。张磊郑重承诺。就这样，在得到父母的祝福后，雨晴和张磊的感情更加稳固。两人开始规划未来的生活。我们要不要考虑在台北买套房子？雨晴提议，就在医院附近，这样你上班方便。好啊，我看中了医院旁边的那个小区，环境不错，而且离捷运站也近。张磊兴奋地说。两人的生活充满了甜蜜和期待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。就在他们准备订婚的前一周，雨晴接到了一个噩耗：母亲因车祸重伤，情况危急，我必须立刻回上海。雨晴慌乱地收拾行李，妈妈现在生死未卜，我不能不管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张磊二话不说，立即向医院请了假，或许我能帮上忙。两人连夜飞回上海，直奔医院。苏母的情况确实非常严重，多处骨折，还有内脏出血。主治医生告诉他们，需要立即手术，但风险很大。让我看看病历。张磊请求道，我是台湾瑞芳医院的骨科主任。经过详细了解后，张磊提出了一些治疗建议。这种复杂骨折，我们医院有一套新的手术方案，可以减少对周围软组织的损伤，提高恢复速度。主治医生听后眼前一亮。张医生，您能详细说说这个方案吗？就这样，在张磊的建议下，医院采用了新的手术方案。手术进行了6个小时，终于成功了。苏母虽然还需要长时间恢复，但已经脱离了危险。谢谢你，张医生。苏父握着张磊的手，声音哽咽。如果不是你，我老伴可能……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张磊谦虚地说，而且上海的医疗技术确实很先进，主刀医生的水平也很高，我只是提供了一点小建议而已。苏母的这场意外让苏父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家庭的重要性，他开始反思自己多年来对家庭的忽视，也更加理解女儿渴望真爱的心情。雨晴，爸爸想和你谈谈。苏母出院后，苏父找到了女儿。这次的事情让我明白了很多，你妈妈差点就离开我们了。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我有多爱她，多么需要她。雨晴惊讶地看着父亲，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父亲谈论感情。爸爸这些年忙于事业，忽略了家庭，忽略了你和妈妈的感受。
苏父继续说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事业再成功，没有家人的陪伴也是空虚的。爸雨晴眼眶湿润，张医生是个好人，他真心爱你，也很有能力，爸爸完全支持你们在一起。苏父坚定地说，不管你们决定在哪里生活，上海也好，台湾也好，爸爸都会支持你。得到父亲的祝福，雨晴喜极而泣。他终于明白，父母的婚姻并非如他想象的那般冷漠，只是被生活的琐事和工作的压力暂时掩盖了爱的光芒。谢谢你，爸爸。雨晴紧紧抱住父亲，我爱你们。在苏母康复期间，张磊主动请缨，负责照顾她。他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照料，让苏母彻底被这个准女婿征服了。雨晴，你找到了一个比爸爸还要好的男人。苏母由衷地说，他不仅有爱心，还有责任感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几个月后，苏母完全康复，雨晴和张磊决定在上海举行婚礼，然后回台湾生活。婚礼当天，亲朋好友齐聚一堂，共同见证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时刻。18年前，我们因为一次意外分别；18年后，我们又因为一次意外重逢。张磊在婚礼上动情地说，我想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雨晴微笑着看着自己的丈夫，心中满是幸福。她拿出了那个保存了18年的折纸星星许愿瓶，瓶子已经装满了星星。正如当年张磊所说的那样，瓶子装满了，我们就能再见面了。今天我要许下新的愿望。雨晴深情地说，愿我们一生相爱，不离不弃。婚后，雨晴和张磊回到了台湾，在医院附近买了一套温馨的小房子。雨晴继续负责公司的台湾分支，而张磊则在医院继续他的医疗事业。两人的生活充实而幸福，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和感动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医院来了一个大陆来的小女孩，和我们当年的经历很像。某天晚上，张磊突然对雨晴说，她也是在旅游时不小心受伤的。真的吗？那后来呢？雨晴好奇地问。我想到了你，特别照顾了她一下。张磊笑着说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偶然，但我们能遇见已经是最大的幸运。雨晴靠在丈夫的肩膀上，幸福地闭上眼睛。她想起了那个10岁的自己，那个孤独的小女孩，如今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爱和归属。谢谢你，我的医生。雨晴轻声说，谢谢你治愈了我的骨折，也治愈了我的心。就这样，一次意外的旅行让2颗孤独的心找到了彼此，一次意外的骨折让2条平行的人生轨迹交汇在了一起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缘分这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。有时候最美的重逢往往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好啦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上海富家女和台湾医生的跨海姻缘，真是太虐太甜了。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突然重逢，那种感觉简直不要太奇妙。大家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的故事哦，别忘了点赞关注我，下期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相亲故事。丽姐爱你们，么么哒。